SI Car， 我是主持人艾儿，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新的品牌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在台湾呢，其实在路上的重机，有时候骑过去，你大概一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品牌。比较常见的日系车款啊，或者是如果说到欧洲车，你可能也会想到一些比较常见的品牌。耳熟能详的品牌。但是今天要分享的这台车呢，它是来自意大利。那这个意大利品牌呢，它是来自于北意大利。那它的品牌名称叫做 Fantic Moto。Fantic Moto 这个名字呢，其实源自于1968年哦。当时呢 ，Fantic 这个字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有象征着是这种自由啦，然后极致的超驾乐趣的一个形象。那它也有很多它厉害的地方，比如说它在这个世界级的攀爬赛事当中，它总是拿下很多的冠军，然后创造这种统治级的历史哦。当时的这个攀爬赛事当中 ，Fantic 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。其实讲到 Fantic 啊，它在1968年，那在隔年1969年 ，Caballero 这个名词呢就出现了。而这个词呢，其实它源自于西班牙文骑士或者是绅士两种意思。那其实你可以就从字面上可以感受到，其实 Caballero 这个骑士的感觉，它是非常有风格、非常帅气的。如果你是喜欢复古车的人，你一定就是必须要知道这个品牌跟这个名字。那其实这个名字呢，现在也就是我身旁这台车它的车型、它的型号 Caballero。那这一台呢是500cc 的车型，它也有700cc 的车型。那我们会在另外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700cc 的车型的相关介绍。那讲到500cc 的车型啊，其实以同级车来说的话，如果我们想象说上绕排气管、复古车，然后有绅士风格又能够越野的车型，其实多多少少脑子里面会有一些浮现的选项。比如说我自己在骑乘的凯旋的 Scrambler 900，现在有出的这个 Scrambler 400，它有一个小风噪，然后黄色的版本，在整个外形上面，它的越野的程度没有那么高。如果今天我要去骑越野，朋友说，你骑你的 Scrambler 来，我是绝对会拒绝他的。那如果说你讲到上绕式排气管，日系车其实也有一个选择，比如说这个 CL Street。但 CL Street 它的设定就比较偏街道一点，就没有那么多的 off-road 的功能。那你再说好吧？那如果讲到越野好了，我想要骑这个越野车 CRF， 那它就没有那么帅气的复古车的外形。那你又说那我有那个BMW 的310 GS 啊，可是310 GS 同样也是没有这个复古的造型，所以集结于我刚刚说的要复古、要绅士，然后又要可以越野的，其实现在你能够选择的车款，真的就是 Fantic Caballero。那 Caballero 500呢，它又是单缸的引擎，然后又加上它过去在这个攀爬赛事当中创下非常亮眼的成绩，所以其实它能够在这个真的土路啦，或者是 off-road 或者是轻度越野的一些道路上面，是非常具有超驾的这个性能以及乐趣，可以让大家很好去享受的。所以借由过去在赛事当中创下的佳绩，到现在2014年品牌的重生，就会带着这种永不妥协，然后追求极致超驾的这种精神，在持续打造现在的量产车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现在的量产车有什么厉害之处。这次 Fantic Caballero 500呢，它有3种车型，6种颜色。Scrambler 的话，它是有红色跟蓝色，是比较纯粹的车色；而 Deluxe 呢，则是有现在看到的同色以及灰色，是比较精致一点的颜色。而且在我们的横杆上面也多了防护的横杆垫。那另外 Rally 的话呢，则是很喜欢的沙色，还有金属绿是更具有野性，而且车高也比较高的车型。那500cc 的话，则是34.8万起；700cc 的话，则是49.8万起。那我们现在车上也有一些选配的配件，想要带大家先来看一下我们这台车选配了哪些小东西。首先可以看到的是，在头罩大灯的部分有一个小风镜，还有前方的大灯护网。那另外我们在车侧可以看到打挡杆选择了一个金色的，在我们打挡的地方做了一点做点缀。那我们也看到油箱的上方有一个它算是一个饰板，但是它也有防刮的功能，它是有点类卡梦的材质。在后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侧挂包，那它也是包含支架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挂包的话，当然你也可以把支架拆下来，让车身更加的简洁。那在下方的护板呢，也是选配的，可以更加因应在越野时这个小石头喷溅的状况。
那这台车也有一些亮点，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哦。它有同级唯一的这个顶级科技配备，就是 IMU 的电子大脑，让大家在骑乘的时候更加的安全。然后另外呢，它也有这个2种骑乘模式，分别是道路以及全地形的骑乘模式，可以去做调整。然后，如果你有需要使用到这个 ABS 的话，它也有2个模式、2个阶段哦，就是它可以全部关闭，或者是只关闭后轮的 ABS， 而且它的 ABS 是弯道 ABS。那在手感的方面呢，女生也会比较在意的，就是在拉离合器的时候，它有滑动式的离合器，还有电子油门，所以整个输出更加的线性，在进退档的时候，顿挫感也会比较少。那动力规格的话，如果以同级500cc 的车子来说的话，它的引擎是463cc 的，其实是同级里面的这个排气量最大的。然后最大马力是44匹，而最大扭力是42牛顿米。那我觉得，如果跟同级的500cc 车款类似这样子，有街道有越野的车来相比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这个骑乘效果应该会很不一样。那待会就让艾儿来试乘看看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骑乘感受喽。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它帅气的外观啦。其实有讲到它是复古车嘛，那它毕竟就是有一些它当时1969年代的这个复古外形，其实比较相像的话会是它这个油箱的形状。而那其他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的外观，有一些改良，当然是有所不同。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个仪表的部分，它是3.5寸的 LCD 仪表。那它比较强调的是它的这个整个版面算是有一点满版贴合的感觉，所以画面上是非常的有质感，因为它有做这个防眩光的设计哦，所以不管在什么样子的光线之下呢，它可以自己去因应光线做背光的调节，而且在从左边看右边看啊，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反光的出现。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仪表上面看到这个模式的选择，那它必须2键同时按下去，然后再用 Mode 的这个按钮去做选择，有全地形跟这个一般道路的模式可以去做选择。那全地形模式开启的时候 ，ABS 也会关闭。那另外呢，它的 ABS 的2段的调整，全关或者是只关后轮也是一样，在这边可以去做调整。然后另外我们全车的这个灯具呢，则是都是 LCD 的灯具，在前方大灯还甚至可以看到这个 Fantic 的 logo 字样在里面。那倒立式的前叉呢，41mm 也是非常的粗壮哦。Fantic 在这个三角台则是做的一个亮点的部分哦，2个三角台都非常的精致。然后都是经过这个 CNC 加工的一个三角台，然后并且在旁边的脚踏也能够看到这样子 CNC 加工过的金属套件。那另外我们看到它的油箱则是12公升的油箱，我觉得坐在上面的这个视觉感受是非常精致的。轮胎的配置则是前19后17使用倍耐力的轮胎，那搭配的是这个钢丝框，就非常具有复古的风格。碟盘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浮动式碟盘是320mm， 后碟盘则是230mm。那往后看一点，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排气管哦，则是 Aero 的排气管，是双出的排气管。那在防烫的部分，这边也多做了一个网状的这个防烫护罩，所以让你的脚可以稍微做个隔热。那外观造型，排气管的长度，我觉得跟车子做一个贴合的这个设计哦，看起来是非常的很协调。那因为它这台车子单缸的引擎哦，它的引擎其实有一个亮点，就是它整个引擎的重量不到40公斤，整台车的重量呢也是150公斤，算是非常轻量的一个设定。那坐高的部分则是820mm。那下一个部分，我们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试乘的感受喽。好的，我觉得这台车给我就是要用一个字来，就是算一个字吗？方卡算一个字吗？算2个，方卡。就我就觉得它是一台很有趣的小车，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明明就蛮大，然后又是 Scrambler 的设定，可是骑上去就很有一种紧凑小巧的感觉。它的把手同样是比较宽的把，但是刚开始骑上去的时候，你会一直觉得有人在帮你转弯，就是它很像一个屁颠的小狗狗，很开心要出去玩的那种感觉，它就一直这样，走喽，出去玩喽的这样的感觉。就是你在骑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它就是有一点点
想要往左往右，然后随时准备好 ready 要下去了吗？要干嘛了吗？就它就是一个备战状态的感觉。可是当你习惯它的这个震动的感觉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呦，你要转弯的时候，你只要轻轻的，它就会有一点协助，就感觉有人在帮忙，它就帮着你，就咻就进去了。然后你在直线加速的时候啊，我很喜欢，就是我为什么刚刚说它屁颠，是因为它的 Aero 管实在是太好听了。在静态的时候啊，你同时听700的这个引擎跟他们家500的这个引擎，单纯静态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哦，700的声音比较浑厚，然后500的单缸的声音就稍微比较高音会比较多一些。但是在骑乘的时候啊，它补油的那个啵啵啵的那个输出的那个排气的声音，又觉得好，我就是很好玩。那每一个换挡或者是每一个补油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，动力还可以你还会再被它拉动一下，它不是那么线性的输出，非常符合它越野车的设定。我整个骑上去，我已经忘记它是那个复古车或者是绅士车了，就是整个就是非常热血沸腾，不管是声音啊，然后那个整体的震动的感受啦，然后把手的骑乘姿势啦，还有打档感。就是我在打档的时候啊，它的这个打档感，我觉得档位很清楚，就是咔咔咔很硬很清楚。但是有一个小缺点是它的空档有一点难找，但除了空档之外的1、2、3档去切换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很坚固，非常有那种硬汉的那种感觉。那实际上的骑起来的感觉大概是这样，是我反而觉得它是一台会令我觉得好兴奋、好好玩的车，跟那种骑700cc 长途旅行舒适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，是蛮有这个引擎本身的特色，跟它带给你的乐趣是我觉得蛮明显的。那这大概就是我刚刚初步骑乘的感受啦。那毕竟它就是500cc 的车款，它的定位在可以去越野 off road， 然后可以去市区的穿梭。确实它在慢慢骑的时候，车多的地方，它的滑动离合器、电子油门都可以让你更细腻的去操控你的输出速度，或者是去进入弯道。所以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我蛮喜欢的。尤其是跟他自家的700cc 相比的话，也许如果你需要一台车应用不同的功能，要长途旅行啊，要装载啦，要载人啊等等之类的，你可能可以去选700cc。但如果你是一个人，然后好玩就好，开心就好，然后自由奔放，那我觉得500倒是蛮有这种驾驭乐趣的。那今天分享的就是新车 Fantic Caballero 500cc 的车款，而且是 Deluxe 的车型。如果你想要再更加了解 Scrambler 或者是 Rally 的刹色，我超爱，就是要不是我太矮了，不然我真的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 Rally 的刹色，就太喜欢了这个配色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车资讯分享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然后找到适合你的爱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，我是艾儿，拜拜。